大家好，我们是随阳随报。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？这一次要介绍的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《沙赞》Shazam。如果你还没看过电影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告诉你结论：这是一部欢乐、无厘头又极具青春成长氛围的作品。如果你想在廉价找一部能够适合全家观赏、轻松愉快、笑料百出的电影的话，这绝对会是你的首选。在继续看下去之前，请先开启字幕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影片上线时的通知咯。沙赞这个角色呢，最早出现在1940年代，也经历过许多的演变，但碍于时间，今天的影片只会针对电影的版本进行讨论。不过，如果你有更多的资料想跟大家分享的话，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电影版沙赞的故事发生在 DC 的电影宇宙里。时间呢约在正义联盟故事后的1年左右，因此我们熟悉的几位英雄，像是超人、蝙蝠侠等人呢，都是存在的。不过在电影里，大多只能透过一些提示或是彩蛋见到他们。例如片中就有出现蝙蝠侠的飞镖、打中超人后弹飞的子弹，甚至呢在角色们所穿的衣服上。在 DC 电影长期被漫威影业压着打的现在，即便沙赞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扭转局势，但他的确具备了许多黑马的条件，甚至有可能在漫威宇宙大洗牌之后呢，替 DC 阵营注入一剂强心针。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先介绍一下沙赞故事的背景，接着会讨论透过沙赞这个角色的能力以及他的行为，来分享这部电影在娱乐之外教会了我们的事。电影一开始，我们看到一个名叫做 Thaddeus Sivana 的少年，进入到一个神秘的洞窟，有一个名叫做沙赞的老人，自称呢是一个活了非常久的巫师，曾经与他的5个兄弟姐妹一起掌管着永恒议会。但现在只剩下年迈的沙赞，用仅存的力量对抗被封印着的代表着七宗罪的邪恶怪物。为了不让七宗罪逃脱，他不断地在寻找着那个具有纯洁善良心灵、能够继承他力量的人，却一直徒劳无功。当时被认定不够资格成为继承人的 Sivana 呢，不甘心被拒绝，穷尽他一生之力，终于在30几年之后让他再次跟沙赞相遇，但他却选择了投向黑暗，释放了七宗罪，并且让他们寄生在自己的身上，也展开了他向世界复仇的计划。接着镜头转到一位名叫做 Billy 的少年身上，在很小的时候跟母亲走失以后，就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长大，但他因为一直想要找到母亲，10几年来不断的逃家。某天 Billy 受到沙赞的召唤，也继承了他的能力，并且被赋予阻止 Sivana 的重任。只要 Billy 说出沙赞这个名字，就能够瞬间变成一个身材极为壮硕、穿着红色紧身衣的成年人超级英雄。Sivana 跟 Billy 一开始跟沙赞的面试过程呢，后来想想其实还蛮有趣的。当沙赞一开始跟 Sivana 讲古的时候呢， Sivana 很感到兴趣。相较之下呢， Billy 就兴趣缺缺，还一直怀疑沙赞是在骗他。后来 Sivana 受到七宗罪的诱惑，选择错误，也被沙赞判定不够资格。Sivana 常年被父兄霸凌，一直都在找机会证明自己好改变现况，无奈在还没有弄清楚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就被无情的拒绝，那一种不甘心的怨念呢是可想而知的。反观 Billy， 他面试的时候呢，七宗罪已经被释放了，所以是一个唯一不需要经过诱惑考验的人，也因此他等于不用考试就直接过关，后来反而不断抗拒沙赞硬要把能力塞给他。看完电影之后呢，我们曾经对这段剧情讨论过，都一致认为沙赞挑选继承人的方法不太公平，甚至呢最后会选择 Billy 好像也是出于无可奈何。看着小时候的 Sivana 已经同样年少的 Billy 在面临成长时出现的挑战与抉择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，想让一个人变得更强壮，就放些责任在他肩上。If you want to make someone stronger, try to put some weight on his shoulders. 沙赞 Shazam 这个字呢，是由6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，而这6个字母代表着6个神话中的人物，每个人物呢也都有着对应的超能力。第一个字母 S 代表的是所罗门王 Solomon， 对应的能力呢是智慧。第二个字母 H 代表的是海克力士 Hercules， 对应的能力呢是力量。第三个字母 A 代表的是阿特拉斯 Atlas， 对应的能力是毅力。第4个字母 Z 代表的是宙斯 Zeus， 对应的能力呢是闪电。第5个字母 A 代表的是阿基里斯 Achilles， 对应的能力呢是勇气。第6个字母 M 代表的是 Mercury， 对应的能力呢是速度。
当 Billy 化身成沙赞之后呢，照理说就会拥有这6位天神的能力。但是在电影里，一开始 Billy 除了明显的外表变化之外，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。于是呢，在寄养家庭的朋友 Freddy 便跟 Billy 一起，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测试他的能力，从防弹到防火，从隐形到飞行。这2个小屁孩呢，把神圣的超能力当作玩具一样，甚至还把过程拍成影片上传到网络上，也让沙赞呢成为了另类的网红，还可以顺便赚零用钱。在一番搞笑又胡闹的测试之后 ，Billy 跟 Freddy 大致整理出了沙赞的能力如下。这一段试图找出沙赞的超能力桥段呢，虽然极具娱乐性，但我们觉得却也是让这部电影出色的地方，因为它很巧妙地反映出了每个人在成长过程都一定会经历的挑战，那就是认清楚自己是谁，又能做什么。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呢，总是盼望着能够快点长大，希望长高一点、长壮一点，可以做更多大人不准我们能做的事。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也终于慢慢摆脱童年的许多限制，可以开车了，可以不用读书了，可以想多晚睡就多晚睡了。但光是这样就能够说自己长大了、成熟了吗？就像是 Freddy 这个最懂超级英雄的专家，在学校却因为一时爱面子，想要炫耀沙赞，打破了自己设下不可以暴露身份的这个规范。而 Billy 呢，也光是忙着利用能力来赚零用钱，而不是善加运用。这也让2人陷入争执，渐行渐远。直到 Savannah 出现后造成的危机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自己以前的行为有多幼稚。不过这也给了2人机会去学习勇敢面对各自的懦弱，团结保护家人。这一段剧情让我们明白了，长大是发现自己能做什么，成熟是明白自己该做什么。Growing up is finding out what you can do. Being mature is realizing what you need to do. 能够变身成为沙赞的 Billy 以及释放了七宗罪的 Savannah 无疑是这部电影里2个最重要的角色。而他们虽然站在善与恶的对立面，但其实却意外的有许多相同之处。不过呢，他们各自的个性与抉择却决定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。Savannah 跟 Billy 都曾经造访过永恒之眼，也接受过巫师沙赞的面试。换句话说，在真正认识他们2人之前，在沙赞的心中，他们是同样具备某种特质的。而随着剧情发展，我们也看到 Savannah 跟 Billy 一样，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。Savannah 的爸爸跟哥哥都瞧不起他的懦弱 ，Billy 呢，则是从小跟生母分开，在不同的家庭中跟陌生人度过童年。而2人童年的遭遇呢，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Savannah 一直对父兄记恨 ，Billy 也刻意疏远身边的人，把自己孤立起来，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家人还在某处等着他，而这些寄养家庭的人都是他不值得投入感情的过客。Savannah 的创伤始终没有痊愈，而这也促使他在获得了七宗罪的能力之后呢，毫不迟疑地杀死了自己的家人。Savannah 让他的怨念不断随着年龄增长，最终促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在他被七宗罪附身的过程中，而我们也发现他的所作所为跟嫉妒最为相似，胆小、愤怒又最容易受到外界的操弄。相较之下 ，Billy 却不同。当他发现了当年生母呢其实是故意把他遗弃的残酷事实之后呢，并没有自怨自艾，反而让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让自己一直沉溺在被抛弃的痛苦之中，因为他已经在新的寄养家庭中找到了即便没有血缘，却把他当成真正亲人一样关心的家人。不过或许对 Billy 来说，也许只是需要跟生母画上一个句点后，才能够敞开心胸走向未来，而不让过去的伤痛影响自己的未来，其实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智慧的。另外 Savannah 跟 Billy 的能力呢，也双双具备着分享的特性。每当 Savannah 把七宗罪分离出来时，他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弱。反观 Billy， 当他把能力分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时，因为靠着合作，他们反而变得越来越强。这样的设定某方面也暗示了，如果你跟伙伴的目标一致，互相扶持，就一定能够胜过那些只想要互相利用，为了自身利益而结合的团队。Savannah 跟 Billy 的经历与遭遇呢颇为类似，但2人不同的决定所衍生出不同的命运，也告诉了我们，那些不想和你分享未来的人，就让他们留在过去吧。Those who do not wish to share your future should only stay in your past。这部电影跟以往的超级英雄片很不一样，除了主角沙赞有着成人的外表，但行为谈吐呢却像个小屁孩的反差之外，我们也看到在 DC 宇宙里面呢少见的阳光欢乐氛围。
虽然沙赞这个角色有很渊源的历史，但即便像我们这样对他没有事先做些功课的观众来说，还是很容易上手，一下子呢就被他可爱的个性以及极具特色的超能力给吸引了。或许现在就下定论还太早，但我们非常期待他日后能在其他的 DC 作品里面呢见到沙赞活泼的身影。这一部与众不同的超级英雄片，我们推荐给你。我们每周都会有新影片上线，不想错过的话，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要按下小铃铛哦。